监控视频。6月3号艺术走廊监控视频。道具化1米乘1.8米。这个是这俩吗？等会儿，这又是干什么？这我俩的时候也来呀？哎，等一下，它是什么夜光吗？是有荧光吗？啥意思？没有啊，没有荧光啊。这个画呢？要不要拿到一起来看？我拿过来。请问，钢琴声。我们要出去是吧？等一下，不是吧？不是吧？就我们俩人，等一下。走。不是，咱们两个推探也需要这样吗？走。钢琴怎么自己在弹啊？啥？夺命曲啊！哦，这死了个人。啊，不会吧？TYP。啊！救我！救我！他的嘴唇怎么这么黑呀？他手也是黑的，中毒的。就是那个。有股香味儿。什么香味儿？香水味儿。不是吧？是香味。你合个证啊？原出户商社一女服装店。案发现场初步搜证结束，请2位推探带领嫌疑人移步至窦脑堂，准备问询。来喽！来喽！来，欢迎来到窦脑堂。哇，大制作哎，真不错呀！哎呀，各位小凶手们！推探搜查案发现场的同时，窦脑堂的成员也搜集了与本案4位嫌疑人相关的部分证据。现在，请玩家们查看证据。哼，白羊座。你好花心呀，金丝雀。我长得这么漂亮，不花心不是浪费了吗？真是无语。我们再看1分钟。还有时间规定的。我规定的。控结束了，可以。哎，听我的，控场大师。
好了，看完了。我也看完了。我也看完了。今天的案件跟以往的案件不一样哦。我们在琴房里面找到了另外一具尸体。哦，这个尸体也是我们今天认识的熟人 TYP。啊，死的是他。今天出现了2名死者，所以今天可能会存在1个凶手或者2个凶手。那1个凶手的话，其实会有3种情况，就是这个凶手他杀了2个人，然后第2种可能就是 TYP 先杀死了子道了，然后凶手杀了 TYP。然后第3种可能就是子道乐杀死了 TYP， 然后凶手杀死了子道乐。哦。先讲一下跟死者的关系嘛。我先来。好，我跟 TYP 的关系就是他是我的老板，然后呢，他也算是我的恩人吧。那你怎么恩将仇报，把他给杀了呢？不知道。这个子道了呢，我跟他就是一个同校的一个校友，我们一个公司的。轮流说一下吧。白凶手，您先。做什么？难道这是你跟 X 的暗号？我跟他们俩的关系颇深。有多深？我们是子乐团，他是我们的主唱嘛。然后呢 ，TYP 是我的老板。你是子乐团的制作人是吧？制作人，对。歌写的一般。OK， 我接受。我跟子道了都是 TYP 签约的艺人哦，然后她是我的女朋友。什么时候？啊，地下恋情。哦，还是情侣名哎，柯道乐、子道乐啊。哦，是大家都知道的还是？是大家都知道的。有真感情吗？当然。但是有一个问题啊，你和子道乐也没什么关系。你是他前男友啊？我没有啊。你和我女朋友没什么关系？没有。打起来。我只是吓他一下，没事。行。那就轮到我说啦，我跟子道乐只不过是同公司的女艺人，可能会在那个公司一姐上面有一些相争，但是你这也是杀人动机啊！可是别忘了，刚刚跟 TYP 唱歌的是子道了，不是我，那就证明我没有争过，杀人动机更重了。反正我跟子道乐关系还不错的，然后我跟 TYP 呢，他就是我的老板啊，就没有别的了。我来先分享一下我们这边搜到的一些证据啊。子道乐他是被一个比较尖锐又长的东西给刺伤的，因为他那个尸体伤口很深，所以应该是个比较长的东西直接刺入到他的左部颈动脉，然后致使他流血身亡，全是血。这个是子道乐的外套，他的口袋里面出现了退役7大怪谈这个纸张。这个怪谈不是他当时读的吗？我念了。对。然后呢，在这个小礼堂里取证的时候，隔壁的琴房突然传出了一个很诡异、很恐怖的琴声。我们俩就去琴房，发现琴房正在无人的弹奏一曲叫做《夺命曲》的曲子。夺命曲啊！什么？然后我们俩就在屏风后面找到了 TYP， 他死在了屏风后面。
TYP 他身上没有明显的外伤，他的嘴唇发黑发紫，他手也是黑的，应该是中毒死的，但是他身上有股香味，我们俩还闻了一下，是，有股香味儿，香水味儿。他外套里面有一个合格证。然后呢，在这个 TYP 的口袋里面也发现了退役的7大怪谈这张纸，就是那个，也有一张。对，也就是说，今天的2名死者都跟我们的这个校园怪谈有关。退役7大怪谈，不要随便开柜子，小心柜子里有浑身是血的。死到了对应的是第1条。TYP 它对应的是不要轻易走进无人的琴房，小心那里传来夺命的琴声。哦，一条死一个，那还有5条，还会死5个。那就是你们。我觉得是这样是，就可能这个凶手是模仿这个7大怪谈来杀人嘛。那也就证明后面还会在后续发生其他案件，就是在这个预言里。然后再说一下死亡时间，你不太确定，但是起码我们在他台上演出的是他本人，所以从中午休息11点到我们发现尸体4点10分之间死亡的。你们俩在现场找到凶器了吗？没有，2个案发现场都没有任何凶器的出现。OK， 我这儿的证据，先看这个，就是礼堂里面有2个一样的道具柜和2个一样的道具画。2个柜子上面有挂着标签，强密封性，就是说那个道具柜是不会有任何东西从里面漏出来的，血是不会出来的，对吧？对的啊。奇怪，这里异常的干净啊，但是子道乐的血是不会流出来的。凶手杀了子道乐，然后搬到这里来。就在这之前就死了吗？对，然后装到柜子里，然后就推进去。对，然后我们在礼堂的墙壁上看到了导演给你们安排任务的一张纸条。6月3号下午4点正式彩排，帮个忙，把道具从仓库搬到小礼堂。2点钟让宁好搬一个道具柜。2点半让金丝雀搬了一个道具画。对。3点钟让白羊座搬了一个道具画。3点半让柯道乐搬了一个道具柜。所以其中有一个人是搬了有个死尸的道具柜。怎么样，想好怎么圆了吗？对，快交代一下。你们推箱子的重量有什么感受吗？箱子重吗？没有啊，就很正常。是这样，我没有推过道具箱子，我不知道里边是大概是多重，所以就正常推嘛。然后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东西，就是电脑里面的监控视频，是吗？大家可以看一下。我先给你们画一个监控视频的视角啊。我们进门的时候，这里不是有扇门吗？这儿是标注为4号门，这是一条走廊，这儿有3扇门，这儿是1号门、2号门、3号门，然后这儿是我们的礼堂，这儿是 TYP 死亡的琴房，在礼堂对面。这儿是道具库，这儿是瑜伽室，这儿是一个录音室，然后监控的摄像头是在这儿，它是在走廊的左侧，所以说它的视野只有这么多。
有死角。对，这个位置是监控的死角，它是看不见的。还有一个新一点就是这个监控啊，这个监控是从中午的12点半到晚上的22点半才会开启。从监控视频里面可以捋出一个时间线，子刀乐是从2号门第一个进的道具库1点10分，一直没出去。 TYP 是1点20进去的，他从4号门路过走廊进了道具库，再也没出现过。您好是2点钟进去的，然后2点05搬了道具箱，2点10分走的，从2号门出去了。对。金丝雀是2点半到的，2点35他搬了画，然后2点40走的，也是一样的，从2号门出去。然后白是3点钟到的，然后3点05搬了画，3点10分走的。柯道乐3点30来的，3点35搬的，3点40出去了。然后1点50到3点50的时候，小侯是全程在礼堂里面帮忙置景的。TYP 是直接进了道具库之后再也没出来过，死在了琴房。那就代表他死在了道具库啊，死在了道具库里边，被人转移到琴房了，是这意思吧？哎，这个就刚刚说到我们那张画，那张画的尺寸是1米乘上1.8米。如果凶手把死者藏在了画的背后，运过去，其实也是成立的。如果这个可能性成立的话，那就是2个运画的人100%知道他画后面有没有死者。还有一个逻辑啊，你凭什么断定 TYP 过去的时候就是尸体呢？一旦他和凶手合谋呢？他躲在画后面，然后凶手把 TYP 给杀了，这个可能性很小，我觉得。我也觉得也有种可能了，对吧？就你的这意思就是他的死亡地点在哪儿呗？讲讲大家手中的证据呗。第一个，柯道乐，我的箱子里面装的证据是宁好的证据。先说这个欠条啊，本人宁好欠辅导2万块，承诺1个月内还清。2002年7月1日，底下放了一个通行证，市系通行证，剧组疯狂的石偷，姓名宁好，日期2002年7月2日。展开说说。首先呢，大家也知道我是通过拍了《疯狂的石头》这部戏，获得了推机、推马、推影3项影帝。3推影帝。对，3推影帝嘛。但是我想说，其实最开始的我呢，是一个非常热爱表演，但是一直找不到角色的一个人。我只能在这个我们推镇当一个推漂，就在剧组跑跑龙套啊，演这种边角料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听说这个赫有名的这个贺导要拍一部戏，那我想要获得这个试戏的机会嘛。然后呢，我就找到了这个选角导演，就是这个辅导。我找到之后，我就想说请他吃顿饭，然后跟人套套近乎，看能不能让我去试戏啊。结果没想到，我就被他灌多了当天。灌多之后，他让我签下了这个欠条，说2万块钱买一张这个通行证，其实就是贿赂他，给我一个机会。我浑身的积蓄也就2万块钱，这是我全部的钱了。给他之后我没法生活了，所以呢，我拿着这个通行证到 TYP 公司去找到这个辅导的办公室，然后把这张欠条偷出来，就是看到这张欠条。但是呢，我往外走的时候，我就偷偷摸摸、鬼鬼祟祟走的时候，不小心进入了这个试戏现场，选角试戏现场。你在镜头面前鬼鬼祟祟。TYP 老板呢，就在监视器里看，哇，这个人表演太自然了，触感很重。他就把我叫过来了，说那个你是来试戏的吧？我觉得你这个表演是绝了，恰到好处，刚刚好，就由你来饰演这个疯狂的石头的主角，就叫石头。阴差阳错，对，正好就被选中了。那就说你的第2个证据喽，
这个是在你宿舍书桌的抽屉里找到的一本相册。朋友一生一起走，那些日子不再有。这个相册里面啊，你能告诉我这是谁吗？给给，什么？有一个短发版的金丝雀，它叫金丝猴，是你哥亲哥啊。亲哥，在2002年的5月份的时候，这两个人拍下了这样的一张合影。2002年的6月份又有一张合影。第3页的时候，突然出现了一个他和一个假面男的合影。接下来，兄弟，感谢你送我的这套礼服和面具，太酷了！呕心水极了。呕心水极了，我喜欢极了。我喜欢极了。哦，上网吧。金丝猴什么关系啊？这个金丝猴呢，也是一个群演。这是我在推镇做这个群演的时候呢，我们一起漂的时候，我就认识了这个人。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过得很苦嘛，找个活呀，或者是去求个进个组很难很难。但我跟他呢，就属于就是两个人相依为命，然后呢也一块说一块合租个屋子，什么一块生活嘛，就是一块相互搀扶。我觉得那段时间虽然很辛苦，但是有这么个朋友陪伴，我是非常非常开心的。所以他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，最好的朋友。对。但虽然我越来越好，但是我对他从来没有疏远过。我偶尔还是会找他吃饭，然后没事聚一聚啊，跟他分享我的快乐。礼服是什么呢？是有一次我特意买了一套这个衣服送给他的，然后呢他就非常喜欢，立刻就穿上之后说咱俩拍合影嘛。我说好，就是那张合影。所以这个人就是金丝猴哈。没错没错。既然你和他的情感羁绊这么深，证据3，非常关键的一个证据啊，在他的这个枕头内胆里面找到的，藏得很深，是一个叫推会茶侦探社的一个信封。这个信封里面呢有几张照片，我依次给你们看啊。第一张照片是这样的，这个穿着礼服的假面男，也就是他刚口中的这个金丝猴，在和 TYP 聊天。第二张就是 TYP 推了一把这个穿着假面的礼服男。第3张，这个礼服男倒在地上，倒在血泊当中死掉了。所以你为了报仇，就干死了 TYP。是这样的啊，这个有一天呢，我在4月份的时候就约他，我说5月3号应该是，我说咱们俩吃个饭啊，他说好，然后我们俩约好了。我那天我就去了那个餐厅去了，我等了他一晚上，他也没去。他没去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因为我俩约他吃饭，他不可能不来的嘛。然后呢，我就去他家去找他，去他家找他也不在家。然后，但是在他日历上发现一条是什么呢？像5月3日参加什么假面舞会，假面舞会不就是退役，就是我们学校办的嘛，就他肯定要来这个嘛。TYP 办的，对 TYP 办的嘛。所以我觉得这件事跟 TYP 有关系，我就回到我们 TYP 的公司打听，我说你们有没有人见过这个金丝猴？所有人都没见过。但我问到 TYP 的时候，他就支支吾吾说不出来。所以我当下我就判断他有问题，因为他那个样一看就鬼鬼祟祟的，因为没人比我更懂鬼鬼祟祟。他更偷。是的，所以我一眼就看出他有问题，我就找这个推会查侦探社，我说你帮我查一下这个到底怎么回事。于是乎呢，他就把这个证据给我了，所以我就知道了金丝猴是 TYP 杀的。就是有动机嘛？是我有这个动机。所以你为了报仇，就干死了 TYP。没有。那你是不是杀了子道了？我跟子道了不熟。你杀 TYP 的时候被子道了，顺手就把子道了给。下一个是白羊座。我的是金丝猴他妹妹。
金丝巧的，金丝巧的。到我了，赶紧吃个开心果，开心一下。这个大头贴相册里边，就是不知道怎么说你。这又是啥？怎么啦？怎么了嘛？啥意思啊？就是有那种非常亲密的那种合照，让我无法启齿的那种感觉。什么东西啊？我与好哥哥们的合照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第一张就是他跟他哥的合影，我给。第二张就是他和喝道人的合影。把这个证据给我烧了。你要毁了我。这是他自己。哦。你要干嘛呀你啊？我到底有几个好哥哥？你挑错了2个人，金丝雀。为什么今天死的人不是你？你有点因爱生恨了。三角恋的关系，这一昭然若揭了已经。所以是3角恋。说到这趴，我正好补充一下，我是去年9月份的时候呢，从外边转学过来的。哎呀，好狗血，好喜欢看。然后呢，一到这个班级，看见了金丝雀的脸，就深深的被他迷住了。Sorry。哎呦，就开始对他的追求。好说不说，当时我追求她刚开始的时候有个男朋友。她男朋友谁？磕到了。哦，去年的时候他们俩还在交往，然后我发现她有男朋友之后，我就说行了，那祝福他们吧。结果1个月之后他分手了。哦，为了你分手的？没有啊，我没有做这种行为啊。为什么会分手呢？因为你呀。你把他抢走了。哦，你们关系这么复杂呀？我给他踹的，我在恋爱中很有主动权的。我没办法，因为我像牵牛花，牛都出来了，我能不跟他走吗？我来说一下吧，金丝猴是我的好哥哥。我从小是单亲家庭，我的爸爸非常担心我的身体，因为我真的体弱多病，所以让我的哥哥一直照顾我。吃饭、梳头、穿衣服都是哥哥帮我做的。所以小时候就不能自理，对不对？对。后来呢，我就考上了我们的推艺，但是我的哥哥他就去做那个龙套去了。那我怎么办呀？我身边可不能没有哥哥呀，所以我就在学校里找了好多哥哥，在学校里到处发烧，到处发烧，体弱多病，体弱多病，体弱多病，不是我发烧，装柔弱，装柔弱，对对对对对。所以有很多哥哥姐姐都吃我这一套，其中最吃的呀，就是咱们磕到了，每次把他给虐的呀，前仰后扑的，然后呢，他就对我特别的好，然后我就说好吧好吧，我就答应你，让你做我的初恋吧，他乐坏了。可是也没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更好的哥哥。好高大呀，好帅气呀！他冲过来说：“跟我们在一起吧。”他低沉的嗓音是什么？他就是我的牛魔王啊！
但是呢，他就是不太会梳头发。因为我给从小给我梳头发，所以我第一张照片是2个小丸子。你呢还算比较会梳，是半马尾，可是他完全不会梳，弄得人家披头散发。这就是我跟 Gege 的故事。要不咱们俩把他给，要把他嘎了吧？真的，你也别当侦探了。我不当了。哎呦，好狗血，好喜欢看。下面的证据是证据2，哈哈哈，有一个存折。这个存折呢，每个月都有1000块。